越过现实的海，抵达想象之外。大家好，这里是星域，今天我们将跨越星门，潜入从未被盗的乾陵，去看看武则天在入葬当天究竟把一整个盛世的顶级国宝藏在了什么地方。我们出发吧。这里是神龙2年的陕北凉山，放眼望去，满山遍野全是刺眼而压抑的惨败。无数白麻桑符与白色大旗组成的洪流，正沿着枯黄山脊无边无际地蔓延开去。这里就是乾陵神道，巨大的石华表羽翼马在西北狂风中巍然耸立不动。干燥狂风裹挟着细密黄土飞沙，狠狠拍打在黑色明光铠外罩着的白沙之上。风沙在半空发出低沉呜咽，重装禁卫军双手拄着长戟，沉默肃立在神道两侧。他们像一排坚硬冰冷的石雕，胸前宽大的玄铁护心镜死死折射着西斜烈日。黄昏逆光把西北苍白天空的剪影牢牢印在一片发亮的铁甲与护心镜表面。顺着守卫们冰冷而沉稳的视线向北望去，宏大的中轴线笔直撞向梁山主峰。那冷酷山影正高高俯瞰着眼前这场规模空前、肃杀沉重的帝国葬礼。沿着这条沉重的黄土神道继续上行，脚下路面也随着地势缓缓向高处抬升。人流在路途中断，忽然折向右侧，一栋黑瓦红柱的巨型碑亭赫然撞进眼帘。大开大合的粗壮木柱合围中央，由7节黑宣石叠起的巨碑巍然撑天立地。刚刚继位的大唐皇帝李显正身披粗糙简编的白麻丧服，跪拜在石碑正下方。他双手紧紧攥住青玉圭，面朝北方圣山，向着那座山体沉重地叩首跪拜。浑身滚滚热汗才刚冒出片刻，便被西北干风吹过，连皮肤都显出惨白颜色。西斜太阳穿过红漆大柱，把微弱金光笔直投在碑身上，密布整面的唐楷字列。每一道字槽的深处都填满纯金粉末，在昏暗碑亭里闪出真金颗粒般的流光。平移跨过宽阔而沉重的神道，视线便来到西侧那座完全对称的无字碑亭。同样是黑瓦红柱，同样是斑驳柱影，而阴影中央却矗立着一块冷白丰碑。这座高近8米的汉白玉巨碑由整块巨石开凿而成，压出沉甸甸皇家威严。碑额顶部雕刻着8条交缠呼啸的螭龙，线条细密锐利，像被钢刀一寸寸刻出。深邃的龙鳞缝隙里，甚至还残留着工匠来不及吹散的细白石粉与粉末碎屑。然而视线只要稍稍往下移动，整块巨大碑身正面竟是一片完全光洁留白。上面既没有大唐朝廷的歌功颂德，也没有后世文人留下的题记和乱涂乱画，它就是一块干净到让人心里发寒的巨石，沉默而完整地矗立在碑亭中央。白色石面反射着西斜烈日冷光，大片矩形阴影砸向黄土，人流继续朝北开进。穿过巍峨厚重的内城南门朱雀门，大片夯土阙楼与城墙渐渐被抛在身后。眼前的视野在一瞬间豁然开朗，一片极其宽阔平整的青石大广场铺展开来。在平铺而开的青石地面两侧，成阵排列的61尊翻陈石像傲然挺立。
这61个沉默石人，此刻个个头颅完好，连高鼻深目的胡人面孔都能看清。他们发型各异，身穿锦绣圆领袍，腰间束带分明，整齐站成2列肃穆阵列。石刻衣袍上涂抹的朱砂、石青与石绿彩绘，仿佛刚刚完工，色泽鲜艳欲滴。他们双手在胸前抱拳作揖，列队动作整齐划一，在烈日与风中纹丝不动。黄昏余晖把61尊石人的影子拉得极长，在广场上交织成密集黑色栅栏。黑影箭头直指主峰山体下方那个黑黝黝洞口。这里不是初次封陵，而是20多年后，武则天将与高宗合葬，沉睡已久的乾陵地宫再次被打开，阴冷潮气夹着陈年大气味从地下扑出来。刚踏入甬道，火光便照见两侧高耸的木质脚手架，成排工匠穿着粗白校服，腰间挂着颜料囊，正伏在架子上给褪暗的壁画重新上色。有人用细笔描绘青龙的鳞片，有人把朱砂补进仪仗人物的衣袍，还有人拖着孔雀绿、石青，在潮湿墙面上小心推开。工匠的身影在火光里晃动，斑斓的颜料与黑暗交织在一起，像在给一座地下宫殿重新唤醒颜色。视线越过刚被开启的第一道石门，向更深处的斜坡甬道探去。越过那道逐渐变黑硬化的第一道生铁石门，甬道开始沿着坡度向深处倾斜。顺着约30度下斜的青砖木道往里走，地面条石砖缝里还渗着未干石灰浆。在木道两侧笔直高大的砖墙之上，铺天盖地的唐代宫廷壁画仿佛刚刚落笔。气势磅礴的青龙白虎与仪仗出行图，用成片朱砂与孔雀绿勾勒得饱满明艳。两侧松枝火把轻轻一晃，墙上的仕女队列便像活了，衣袂流转，金粉仍泛着湿亮水汽。地下封闭空间里几乎没有对流，空气变得粘稠沉闷，连呼吸都显得缓慢艰难。新鲜大漆的浓烈臭味，矿物颜料的刺鼻气味与潮湿土腥味正混成一团扑来。幽深走廊在忽明忽暗的火光里缓慢摇晃，墙壁上的巨大黑影也随火焰疯狂扭动。而在这条狭长长廊尽头，一座体量宏大、气息压迫的石殿大门已经被打开。跨过甬道尽头那道青石拱门，眼前空间骤然开阔，终于正式踏入地宫前室。这里像一座深埋山腹中央的地下石质宫殿，冰冷青砖墙壁上凝满细密水珠。幽暗的地下石室两侧，左右各立着一座巨大的汉白玉制石。方形制石上皇家镌刻的铭文字口边缘锐利，散发出沉重而森严的帝王礼制威压。抬头仰望弧形穹顶，深色底漆之上用纯金箔贴成的日月星象连线清晰可见。在4角1人高的青铜长明灯直射下，穹顶金箔骤然爆发出冷冽而锋利的金属光。青铜灯盆里的金鱼油极其粘稠，中心麻绳灯芯缩成一粒豆大蓝绿色幽火，幽绿光线从灯火中轻轻拂过，照亮地面成组陈列的彩色唐三彩乐舞陶俑群像。陶俑表面的低温铅釉不断闪出流光，也把视线引向通往冥府深处的墨黑甬道。顺着那条墨黑隧道继续前行，便跨入整座地宫最深处，也就是中心后室。
刺骨寒雾从四周坚硬条石缝隙里不断渗出，令人窒息的漆臭味也浓烈到极点。在这座漆黑封闭的大厅中央，矗立着一座高出地面5阶的汉白玉石棺床。棺床之上并列摆放着2具黑漆子宫，长度超过4米，高度也接近2米之巨。左侧安放的是高宗李治，右侧安放的是武则天，2具巨棺并肩沉默地对峙黑暗。它们表面刷了上百道黑大漆，黑得像深不见底的水潭，镜面般反照着灯影轮廓。左侧巨棺之上以纯金丝线描摹9条昂首金龙，在暗影中流淌出森严冷光。右侧武则天的子宫漆面则勾勒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巨型金凤，气势极其张扬。双棺前方的万年灯只洒下极微弱的光，把这2具庞然黑棺死死定在冥府核心。视线从棺床高度缓缓下沉，贴着平整青石地面，在四周堆积如山的宝物中穿行。棺床周围层层叠叠码放着皇家御用的紫色与红色丝绸卷轴，一直铺向四周。绚丽唐三彩麻与月舞俑散落在各处角落，在幽暗环境里泛着千釉特有的反光。纯金錾刻的双耳大屏与成堆半透明和田青玉璧彼此交叠，放出刺眼金银玉色。在一叠厚厚的华丽紫色丝绸顶端，静静坐落着一只做工极精致的紫檀木宝匣。宝匣四周包着一圈极宽的青玉边框，正面纯金打造的兽面吞口紧紧锁合。这只皇室最高规格的宝匣之内，装殓的正是让天下文人癫狂的兰亭序真迹。无数金银玉器与丝绸在长明灯下彼此交错，把帝国财富堆到了人间能够想象的极致。而这一切都将作为陪葬，永远陪伴在这2具并列的黑色巨棺周围，沉入幽冥。地宫最外层甬道口处，万斤重的锻钢青石门在绞车轰鸣中轰然砸落到底。赤红生铁汁顺着门缝汹涌灌入，沿着结合处迅速流淌，冷却后凝成永不松动铁壁。随着最丝缝隙也被滚烫铁水彻底封死，地宫里残存气流骤然停歇下来。万千细小尘埃在幽暗冷光中缓缓定格，悬浮成一片仿佛永远静止不动的星河。几盏青铜长明灯里的精油依旧满溢，蓝绿色火苗凝作一点，纹丝不动地燃烧。幽冷光边在无边黑暗中刻下永恒印记，千吨梁山也从此隔绝了人世全部喧嚣。这对曾执掌天下、搅动风云的帝王夫妻，终于彻底背对了整个尘世与王朝更迭。地上无字碑空留一片洁白，任凭外面岁月流转。时代变迁，这2具黑棺都将永远守着这座地下宫阙，守着那个只属于他们的未曾褪色的盛世大唐。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